1940年9月13日，日本的轰炸机群呼啸而至，重庆市区响起凄厉的空袭警报。中国战斗机升空迎敌，飞行员发现日机群内出现了几架新式战斗机。这种战斗机速度快，灵活性强，火力凶猛。经过一场惨烈的交战，中国战机被击落13架，受伤11架，10名飞行员牺牲，而日本战机无一损失。这是抗战以来中国空军最惨重的一次失败。日本的这种新型战斗机就是著名的零式战斗机。臭名昭著的零式是日本二战主力战斗机，该机轻便灵活，火力强大，在二战开始的相当长时间里，性能大大超过了盟国战斗机，使日本法西斯一度掌握了空中优势。在二战中，零式的出动相当频繁，几乎每一次日本空中行动都有它的身影。它就像是笼罩在浩瀚太平洋和广阔东亚大陆上空的魔鬼，是日本法西斯的锋利屠刀。零式的设计者就是已故的飞机设计师绝月二郎。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日本在二战时期最知名的战斗机零式飞机和它的设计者绝月二郎的故事。绝月二郎1903年6月22日生于日本群马县，1927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航空系，1929年至1930年在德国荣克斯公司、美国寇蒂斯公司深造。可以认为，绝月二郎在零式飞机的设计上也借鉴了一些德国和美国飞机的设计经验。1934年2月初，日本军方要求航空工业部门设计一种时速在352公里以上，能在6分30秒爬升至5000米高度的战斗机。三菱和中岛两家公司参加了竞争。次年2月14日，三菱公司以绝月二郎为首的九式单战制作小组的九式单战实验型飞机首飞成功。它是日本第一种实用型的下单翼战斗机，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单翼舰载战斗机种之一。九式单战创造了在3200米高度时速450公里的惊人纪录，远远超过了军方的要求。1936年，九式单战更名为96式舰载战斗机，由三菱公司、佐世保海军工厂和九州飞机工厂共同制造。日本海军鉴于96式舰载战斗机研制的成果，于1937年5月19日又提出设计时速超过500公里，航程达3000公里，能在3分30秒爬升至30米高空，作战性能优于96式，并装有20毫米机炮2门、7.7毫米机枪2挺和携带2枚60千克炸弹的所谓万能战斗机。海军把设计要求同时交给三菱和中岛两家公司，中岛公司认为条件太苛刻，无法达成而退出竞赛。三菱公司则在34岁的绝月二郎领导下，组成一个平均年龄24岁的29人设计组，在96式的基础上，大胆采取减轻飞机重量的一切措施，如铆钉由3.5毫米减到3毫米，不必铆的地方一律不铆，在构件上钻出大量小孔等。同时为减轻飞机的重量，也放弃了对飞行员的安全保护，飞机上取消了飞行员保护钢板，也不用自封闭式油箱。这种完全漠视飞行人员生命安全的设计方法，只有当时蛮横的军国主义独裁政权所能采用。绝月二郎采用了三菱瑞星13型14缸875马力发动机。这架试验型飞机代号为12试舰战，于1939年3月16日在名古屋工厂制成出厂，4月1日正式试飞。经过一系列试飞，日本海军给新飞机编号为 A6M1 型，后来飞机改装中岛的荣14缸气冷式950马力发动机，编号为 A6M2 型。1940年7月21日，15架 A6M2 型战斗机在横山宝上尉以及藤三郎上尉率领之下，组成2个中队飞往中国。7月31日，日本海军正式采用12试舰战，因为这一年是日本纪元2600年，为纪念这个年份，新飞机被命名为零式舰载战斗机。零式战机采用了当时所有一切先进理念和技术成果，并且在战机设计上剑走偏锋。它具有重量轻、转弯半径小、火力强、航程远、速度快等世界优秀战机所具备的一切优点。零式是日本飞机设计的重要里程碑，它实现了多个第一，如首次采用全封闭可收放起落架、电热飞行服、机关炮、横速螺旋桨、超硬铝成立构造、大世界座舱和可抛弃的大型副油箱等设备。零式设计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日本铸有金属工业公司合成了一种超级铝合金，日本称50风金属。这种铝合金比钢还硬，因为有了这种金属，零式设计时就采用了很细的飞机框架，并且敢于在上面钻孔减重。
此外，铆钉尺寸也非常小，在能保证战机强度的情况下，大大减轻了飞机重量。如果没有这种铝合金，零式是根本生产不出来的。因为有了超硬铝合金，对飞机主横梁进行革新，其抗拉强度好，耐疲劳强度更好，而且机体重量极轻，空重仅1570公斤。零式的性能优势最大来源就是轻，特别轻，翼载极小，完全弥补了发动机动力不足，而且保证了极大的续航力。因为轻，使其具备优秀的机动性，其垂直爬升机动性能非常优秀，爬升率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水平。这一优点在使其战斗中占尽了优势。另外就是它转弯半径也很小，当其他战机与零式缠斗时，很难从背后将其咬住，甚至还会遭到零式的反转而被其反咬。也是因为足够轻，因此这款战机具有足够强大的续航力，其转场航程高达2300千米。轻型战机能达到如此的航程，也堪称奇迹。零式战机除了有2挺8毫米机枪之外，还配置有2门20毫米航炮。当时世界上战斗机配置航炮的寥寥无几，可以说零式战机在最初诞生的几年，综合性能水平超过所有的盟军战斗机，尤其是在机动性和续航力方面独步天下，无人能及。1947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日本航空母舰刚换装的81架零式战斗机，作为护航战斗机，参加了2个攻击波的空袭，完全掌握了瓦胡岛上空的制空权，压制的任何强行起飞的美军飞机，同时扫射美国空军机场。此次袭击飞机交换比，美国损失188架，日本29架，其中零式9架。珍珠港事件之后，零式战机又大量从台湾起飞，空袭菲律宾的美军军事基地。袭击的成果是15架美军战机被击落，50架飞机在地面被炸毁，驻菲律宾的美国空军遭受重创。仅仅12月13日，菲律宾上空已经很难再看到美国飞机能够起飞了。一直到1943年，零式战机在太平洋上空死死地压制着美军的 F-2A 水牛、P-40战鹰等战斗机。从整个东亚到菲律宾，再到新加坡以及印度洋，零式战机统治了整个天空，创造了所谓零式神话。而且这款战机还携带炸弹作为战斗轰炸机使用，也有万能战斗机的称号。零式战机的横空出世引起了盟国的恐慌，也让日本人扬眉吐气。日本为了保密，从不直呼其名，而是用陆海军新锐战机这个代号报道零式在战场上的英姿。日本军部对这架飞机非常满意，对30重工和绝月二郎进行了嘉奖表扬。为了弄清日本人怎么会在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制造出性能这样突出的战斗机，美国军方在阿留申群岛上的一个无人小岛上缴获了一架被迫降的零式战斗机，对其结构进行了分析研究。通过研究这架飞机，美军终于知道零式战机背后的机型设计。零式战机牺牲了所有防护能力，铝合金外壳在子弹面前薄得像纸，零式的操作性只有在低速度下才能发挥出来。在高航速的情况下，因为翼载太低，它会变得笨拙，翻滚爬升都很吃力。而且30瑞星发动机使用浮动性化油器，还会在高空低温低压时突然熄火。有了这些数据帮助，美军改变战术，用大马力发动机和高空冲刺战术击败了零式神话。1943年3月，盟军在中太平洋的吉尔伯特群岛登陆。空战中，性能优异的 F-6F 鄂复式战斗机登场，该机时速594公里，装 12.7 毫米机枪6挺，其作战性能优于零式，特别是该机结构非常牢固，中弹与坠毁的比例为9:1，成为零式飞机最厉害的对手。而 P-51野马战斗机的出现更是零式雪上加霜，从此零式失去了昔日不可一世的威风。但到了战争后期，零式战机再次威名大振，因为日本法西斯成了强弩之末，他们坐困受斗，丧心病狂地用零式给自己陪葬，把零式战机作为神风特工队的自杀攻击武器，给美军造成了极大伤亡，但也于事无补，回天无力，不能挽回日军灭亡的命运。尽管绝月二郎拼命研制零式战斗机的后继机型烈风，但很不顺利，飞机不是被损坏就是被炸毁，还没能来得及使用，日本就投降了。在2次大战期间，零式飞机总计生产1万架以上。随着日本的惨败，横行一时的零式战斗机和它的设计者绝月二郎一起退出了战争舞台。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请持续关注我们，既可以收看最新视频，又能浏览往期的精彩。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